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咱们想特别的来宾有黄静莹议员、蓝轩小姐、唐湘龙先生、翁小玲委员、李明贤议员、刘采薇议员。好，川普说150多个国家，原来说100个了啊，这样变150多个国家都是小小的，跟我们贸易不大的，没关系的。所以呢，干脆我们一封信统一。原来最早说可能10%，昨天看到的是10%或多一点。那今天呢，或15%，所以看起来本来这些人期待10%的，现在有可能是15%或者是12%。那说呢，这是不错的协议啦，哦，因为这些国家都不是大国啦，哦，因为不是大国，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贸易，无所谓了，关税多一点少一点不重要哦，不像中国、日本这是大国，哦，川普讲的啊。那现在呢，8月1号生效的这些国家，印尼是刚谈成的，还不错哦。有19%啊，那原来是给他32%，降到10%，现在反正就是这种心理战啊。我原来给你50，现在变成30，好高兴了。原来给你30，现在给你20，好高兴了。忘了原来是0啊，哦，那印尼呢，全部打开，全部零关税，欢迎美国或进来。当然，印尼有多少人有钱买美国，或者另外一回事情哦。进来，因为我到印尼去，雅加达这还蛮好的。出了雅加达没多久，那个乡村其实那个就很。跟都市不能比了哈，那一般人到底有多少钱哦？买美国货不管，反正我就0了嘛，所以川普很高兴，我们将来可以长驱直入了哦。另外，印尼呢要答应买这个150万美国的货啊，这个45亿的农产品，50架波音飞机啊，然后关税全0，这样换得19%啊，就是你不是只看这个税率，你要看它其他的附带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哈，好吧，反正欧盟。30%，欧盟现在说要报复哈，所以呢，看跟美国到底怎么谈啊？台湾到现在还没有啊，台湾还没有。那我一直觉得是民进党政府是要把它拖到726之后了，哦，因为怎么谈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你想英国跟美国血浓于水，对吧？2次世界大战，美国出钱出兵，由英国首相丘吉尔指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给他10%，而且他是逆差英国跟美国贸易是逆差都10%，你说台湾会怎样？台湾去年赚了739亿美金，今年1到6月就赚了550亿美金，哦，那你认为美国会放过吗？川普会放过你吗？哦，那当然，你除了税率以外，汇率的贬值不算吗？贬了14%了。然后呢，接下来美猪啊、美牛啊、猪腰啊，台湾人很喜欢吃这个腰花补啊，然后呢，这个农产品啊，哦，然后呢，莱克多巴胺的这个检验啊。哦，这个是所谓基因改造的农产品啊，黄豆啊等等，可不可以到学校去卖啊？等等，问题很多了哈，它要摆在一起，而且台积电已经要去这个投资1500亿美金啊，阿拉斯加也要给他开天然气了。那 Bloomberg 说，川普呢希望跟习近平要见面，达成协议，哦，所以呢可能他们之间的框架协议再延3个月，原来8月12号关税大限。再延3个月啊？为什么希望3个月就11月12嘛？希望在这中间2个人能够见面，哦，能够见面呢，能够反正彼此交换。那台湾要小心，他们见面是不要把我们给卖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日本6月出口连续2个月衰减，所以现在可能会影响到自民党的选举哦，马上要选举了哈。因为川普一直说你要买我的米，买我的汽车哦，然后呢，这个日本吞不下，怕。选举影响到选举，所以呢就给你25%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呢，自民党因此选情告急啊，因为马上要8月1号就25%的关税就要加上去了哈。那日本的首席代表叫做赤泽亮正，跟美国的这个卢特尼克啊，这个商务部长吧，通了电话45分钟，希望能够争取来比较好的条件啊。纽约时报说呢，川普起草了一封解雇鲍尔的信，还呢给共和党议员呢给他们看，所以表示真的不是假的哦。那说很多人都想接手，他说呢我很保守，很多人想叫鲍尔走了，我比他们还保守。我拟了一封信哦，然后呢他说呢，联准会主席是他的政府里面最简单的工作之一，一个人只要聪明哦有。尝试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Well over 150 countries
that we're just going to send a notice of payment out, and the notice of payment is going to say what the tariff. 美国总统川普16号预告，美方接下来将和几个国家达成协议，还点名其中可能包括印度，很可能成为继印尼后的下一个国家。Ya, alhamdulillah juga penuh dengan alot akhirnya sekarang kalau nggak salah ya tarifnya dari 32 diturunkan jadi 19. Ya saya tetap nego, saya katakan beliau ini seorang negosiator yang cukup keras juga gitu. 最近刚和美国完成谈判，成功将关税减掉13%。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坦言，这次的谈判过程相当艰难，不过印尼国内不买单。Kurang adil lah. Kita ke sana dikenakan 19%, pihak dari sana mintanya 0%. Pertama daya saing kita turun ya, daya saing kita turun. Kemungkinan order itu banyak ya sekarang yang ditunda. 但不论是透过协议还是单方面加征，《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清楚表达了目标，那就是要关税，而且要越高越好。至于针对联准会，川普则是希望利率越低越好。主席鲍尔却不动如山，如今传出开除信已经准备好了。不过，川普镜头前却又否认。I don't rule out anything, but I think it's highly unlikely, unless he has to leave for fraud. 川普被问到是否会撤换鲍尔时，语带保留，令外界雾里看花。鲍尔的任期还有8个月结束，照正常程序来看，其实再过几个月就会开始讨论下一任联准会主席人选。川普在现在这个时候开除鲍尔没有太大实质意义。来，小龙，台湾大概会晚一点，因为现在赖清德还准备要在美国过境，所以台美之间要谈的东西看起来很多。你想在这个时刻，当中美准备要见面的时候，赖清德过境，如果如媒体所说的，我们希望在纽约基本上面大概已经是台湾领导人过境的最高规格，在东岸。但这个时候你要付什么样的伴手礼给美国？这个我很难想象，何况现在经贸呢正在谈判。那印尼谈到的19%，虽然只比呢20%差1个百分点，但已经是亚洲最低税。台湾要低于这个税率大概很难。但是我们终究要看懂，就是美国川普在所谓的对以关税呢为手段开地图炮的时候，他不是让像我们所想的那种的无地放矢，反正呢拿机枪扫射。你看到说他150几个国家打包成一起呢，你们呢准备收我的就是说呢基本消费额的这个税率。那150多个国家概念上面来讲，就是地球上面的其余国家就不重要，就是你不会是主要国家，你是其余国家。第二个就是说，剩下的30个国家里面，你扣掉了东盟跟欧盟之外，所剩不多。或者你还得把东盟跟欧盟呢再扣掉。美国真正着力的就在它传统的 G7 东盟欧盟或者说地缘上面呢，跟金砖有关的几个大国，剩下的是美国认知的大国或者中型国家。你要不然就是人口够多，要不然呢就是领土面积够大，要不然就是资源呢够丰富，要不然呢就是你从美国身上赚够多的钱，不出呢这4项。所以呢，川普在谈判的时候，你看他现在基本的手段呢就5个。第一个，提高你的国防预算，跟我买武器，那个呢是平衡呢，让美国赚钱呢最简单的方式，因为武器基本上面第一个贵。第二个呢，几乎买了之后就依赖不可替代，那个是最好的，那跟农产品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像是印尼一样，那你就呢大幅的增加呢对我的采购。其实越南也是一样，大幅呢对美国采购，该买飞机的，买农产品的，买什么东西的，反正你就尽量买，用大宗采购。台湾过去也用这种方式，用大宗物资采购以及呢一些策略性的采购来满足呢美国的胃口，给美国现任领导人呢一个面子。第三个就是市场准入，你把你市场打开，不可以对我美国设任何的限制。虽然我科你呢19%、20%、25%的关税，但是你对我的关税必须零。
你能看懂，就是说这在国际贸易里面来讲呢，是何等夸张的事情，就是我磕你20%呢是给你面子了，可是你对我的关税必须0。所以今天不管是越南也好，印尼啊这些国家对美国几乎都是要打开市场的，台湾接下去也一样。第4个就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那没关系，你有资源，像印尼这些国家来讲，或者他偶尔呢会特别呢会青睐你的，不管他到中东，或者他看印尼，或者呢他对非洲少数的几个国家的关注，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有高度美国所需要的矿产资源。这些的矿产资源对美国接下去不管是和俄罗斯或者和中国做所谓的军事斗争准备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掌控资源，因为这些资源呢，中国走得比较前面，中国的资源掌控力比较好，因此呢，川普在这方面呢急起直追。最后，如果这些都没有，台湾呢既没有资源。然后其他的这些呢，人口市场呢也不够大，也都已经开放的差不多，那怎么办？你台湾还有钱，搬过来。今天呢，他对日本、对韩国、对台湾都一样。台湾到现在为止还在讨论，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成立主权基金？你不必了，川普一定会帮你成立一个叫做美权基金。你没有什么主权的。今天你看他对韩国喊话，4000亿美金，对他对韩国喊话，对台湾喊话，有在跟你谈主权吗？没有。那美权基金，美权基金就你要能挪出一大笔钱，这大笔钱干嘛呢？要帮忙呢。我把你的产业搬空，你有看过这种事吗？有，现在你就看到了。换句话说，你对美国所有的依赖，最后呢，他对你呢不会另眼相待的。未来呢，他真正的看在眼里面的，除了俄罗斯之外呢，只有中国。他思念的只有中国，中国跟他才有对抗性。他要求韩国再成立一个4000亿美金的主权基金。美权基金到美国去投资，不是让你到全世界各地乱投资，只到我美国来。增加我美国的就业机会啊。那另外呢，昨天美股呢开始大跌，后来涨上来，为什么呢？就是川普开始说呢要 fire 这个鲍尔那他的好朋友这个共和党的麻州联邦众议员露娜说呢，我99%确定，川普亲耳跟我讲，他要把鲍尔这个开除掉 ，fire you're fired 但川普后来又否认除非他涉及舞弊，但是川普说他涉及舞弊啊，说联准会盖大楼。说那个预算超过这个7亿还是多少美金显然中间有问题，所以你鲍尔呢，我在这边不能这个开除你，我在那边可以找你麻烦不过呢，美国的银行业现在群起捍卫联准会那包括这个摩根大通的这个 CEO， 原来呢，川普听他把关税延期执行，他也说你现在把这个鲍尔开除掉呢，会搞得天下大乱，而且你现在是玩弄联准会，下场会很惨。这个叫戴蒙绰号，这个人家给他取的这个另外的名字叫华尔街之王也警告川普你不能乱搞。所以昨天呢，川普只要一讲出来，说跟共和党国会已经商量要把鲍尔开除掉，股市汇率全部大跌美元都大跌。后来鲍尔说没有这个事情，才又上来。休息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经贸办说呢，台湾跟美国关系他在关心嘛，他不告诉我们目标不高于日韩，日本25%，韩国25%，所以呢，只要不高于它，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赢了但是不要忘了，日币最近贬值了5%，韩环最近贬值了20%到30%人家先贬值来跟你谈判了，我们是先升值然后再谈所以卢学远才说，如果超过10%的关税，就是重大危机啦。因为很多行业，就他们台中，真是毛3到4啊，毛利就3%到4%，说毛3到4，毛利就很低的。你其实汇率14%已经要命了，关税在10%，在15%，在20%，如果在25%，这不知道怎么做生意啊，怎么报价都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很大的问题那外交部次长被问，在立法院也说了，哎呀，我们有给有得了。我们给他一些，得到一些，给了什么得了什么，不讲，不告诉你因为还在谈判中而且说我们跟美国是互利共荣了，台美更紧密了官员是保密了，在野党什么保密？黑箱什么好又不是什么重大的这个国家机密
那卢秀燕说10%就是危机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赖士葆他们今天在立法院开了一个这个座谈会、公听会，是如果我们真的给零关税，是丧权辱国了。哦，你看越南是零关税，印尼是零关税，你台湾要个零关税吗？你真的敢零关税？因为赖清德开始有讲，我们从零开始谈，那你是怎样？农民要不要保护？哦，那很多的这个工业要不要保护？哦，然后呢，这个很多国民的健康要不要保护？这是问题嘛？哦，而且我们付出很多了，还不够吗？我刚刚讲一大堆了，台积电到美国已经给它搞掉一半了，然后呢，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天然气管，日本也不肯，韩国也不肯，哦，台湾就自己去了，我要去了，哦，汇率也自己涨了，哦，给的还不够吗？哦，现在跟美国谈汽车，哦，汽车美国可能要求你降关税，或者降你的这个货物税，宾士就喊了，说那美国车降，那我呢？欧洲车不降吗？哦，你这不公平啊！那怎么样？那德国要跟你谈一谈，哦，这个法国要跟你谈一谈，哦，大家都跟你谈判。那另外呢，学者跟劳工代表都说，政府不要只谈判，没有配套了。你知道怎么办？还是要讲啊？等农民有受伤要怎么办呢？哦，企业受伤怎么办呢？那三商会的这个理事长林柏峰是说，他们更担心汇率比关税还大。哦，汇率哈，关税有的时候还可以转嫁一些。汇率你自己货币就已经升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呢？哦，如果美国关税到25%以上，学者台币要贬到35，就是如果你关税到25，那你台币怎么办呢？现在升这么多，要贬到35块。那如果关税是10到15%，台币呢要到30块，哦，台币呢如果关税15到20%。台币就要贬到31到35块，它有一个如果关税这样，我台币应该这样；如果关税这样，台币应该这样。哦，这边呢，他们企业界的算法了哈。好，我们看一下。袁总这边总结一个问题的根源：资讯不透明，并且没有充分沟通，也并没有让多方来参与。呼吁谈判代表多听产业意见，在川普公布对台关税之前，17号立院财政委员会再找行政院副总谈判代表们开关税因应公听会。接下来。民进党出去外面的谈判团队，会不会用相同的口气啊，要求国会啊，一个字都不准改？你如果敢改，就是破坏台美关系；你如果敢改，就是中共同路人。我们等着看。力求美国关税降到最低，谈判过程完全保密，在野党忧心，牺牲的是国人权益。如果你们谈出来结果，不管怎么谈到什么20%了，怎么样呢？说台湾竟然是零关税。那就是丧权辱国。公听会上施打预防针，毕竟优先下手的可能就是国产车。如今非美系车厂也首度发声，台湾宾士的总裁金仁宗就说，关税问题严重也冲击了台湾车市，政府贸易对策应该公平，不应独厚特定国家，同时考量欧洲、日韩等地进口汽车，才能符合 WTO 的公平贸易精神。台湾钱真的很好赚，台湾真的是一个赚钱的地方。希望兼顾国内多方利益，产业界要把声音从立院传到美国去。赖委员怎么看？我必须说，我认为啊，川普真的是一个厉害的商人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功厉害的商人当美国总统啊，他现在就是不断的叫牌瞒天喊价，然后一开始就提出哇，每个国家都是课征这个高关税，而且很高，然后之后呢，再慢慢的看这个各国只能够释出多少的善意，提供多少的红利给美国，然后再来考虑有关于这关税的汇率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部分的国家这除了这150国之外哈，那其他跟我们比较有关系，或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印尼啊、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其实他们之前也都已经做了很多的让步了。那么台湾其实还在现在虽然。川普还没有公布我们的税率，但是我们也已经让步很多了。大家不要忘记了，已经我们的台积电到美国赴美的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然后呢又有天然气，这准备采购它的天然气，大概也是4000多亿的美元，还有国防预算啊，我们才刚通过那个特别条例，里面其实又涵盖了一个1500亿的国土安全的韧性预算，其实。啷不啷当加起来，我们
在还没有这个川普还没有告诉我们税率之前，我们其实已经让利很多了。那现在很担心的就是说，其实川普会不会真的对台湾有比较好哈，就是可能维持比较低的这个关税的税率。那么我是怀疑啦，我认为其实川普可能也瞧不起台湾，不太可能会对于台湾手下留情。那相反的，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求台湾要能够松绑，要松绑这个之前的所谓的非关税贸易障碍，哈，把很多的这个我们在很多法规当中，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产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条件限制。那么美国可能希望能够打开这种非关税贸易障碍，所以像农产品的进口的问题来计的标准是否要放宽以及在电信产业方面，我们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其实美国他们的这个之前马斯克的他们的卫星其实一直都想要落地台湾，可是因为我们法规的限制，必须要是本国的这个企业才能够去经营有关于通讯方面、卫星方面的事业，所以诸如此类的这种非关税贸易障碍，都是美国他们想要在这一波的关税谈判当中那么能够打破的。那么当然接下来就看像郑丽君他们到底去谈了些什么。那么目前为止，其实行政院一直都没有很公开的说，大概他们谈判的重点是什么。这就让我们想起来，他们之前在批评 ECFA 当时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是怎么样批评ECFA 的这个协议这服贸这个协议里面说不透明啦、黑箱作业啦、违反民主程序。可是反过来，我们现在看到他们这个我们的代表去美国去谈判，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大概会谈什么样的方向。我们的农产会不会像印尼一样全面开放或者是我们还会再购买更多的飞机？那么这次这次赖清德要过境美国，那么中间这过路费可能又会拿什么东西又去做交易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必须要这个审慎关注的。我觉得其实有关于这个所谓的机密性，我是真的非常的不以为然了你去看目前的话，日本跟韩国在谈。其实日本的话，为什么他们的汽车业者反应的那么的强烈？他们的这个大米就是所谓稻米，他们的这个稻农其实也非常非常出来，那站在这个政府的后面，当政府的后盾，让政府呢让这个石破茂去跟美国可以继续的鏖战，谈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他们让他们的老百姓知道说我们哪些产业可能会受影响，那他想知道老百姓的反应是怎么样子，对可能的空间在哪里，不可能退的地方在哪里。那韩国一样韩国即便现在被这个美国不断的这个进一步的步步进逼，但韩国的也这样，韩国他们也担心他们的美牛要进去，韩国也担心他们的农产品这个美国农产品要进去，所以他们的这个美国牛相关的这些他们的这些畜牧业者也是一样，哇，最近的话呢声音非常的大这个要求韩国政府一定要停下来。那这些国家他们不是在跟美国谈判吗？那时候他们的产业都知道，大概来说大致的方向呢，你看欧盟市场也是一样什么白兰地什么东西。我的意思说，其实某个程度的让你的国家的产业以及老百姓知道你的谈判方向以及哪些部分会受到影响，甚至其实照理来说应该要开公听会，相关的产业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我想听听看你的反应，觉得怎么样？那这个相关的这个关税，我们是不晓得川普会给多少，但我们要知道是我们10%你可能会怎么样，20%你可能会怎么样，30%你可能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事实上没有任何让大家觉得说弄这样的黑箱作业可以去跟大家说，哎呀，因为很机密啦，所以你们一定要充分的相信台湾的政府等等，我们一定会让大家觉得很安心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说不过去的。那刚刚温文也有特别提到，当初其实 ECFA 市场就是这个样子你说当初在反这个黑箱，到后来爆发了太阳花的学运，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像我们刚刚讲到非常多了，我觉得现在的话状况真的还蛮复杂的。是第一个，就我们的出口业者来说是三面夹杀。因为他谈的是一般关税，他谈的是个别产业关税，个别产业关税还包括可能晶片的关税，可能是汽车的关税，都是要出去美国的，就是这个部分。另外的话就是税率、汇率，所以这三方面目前看起来都非常不利台湾。那就算这个一般关税谈到假设20以下好了，谈到如果说赖斯堡委员就认为要10才可以的话，那问题是其他的关税呢？晶片呢？
即便他现在目前可能是说你要来美国，否则我就课你100%的关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目前看起来最严重的一个。今天如果说我们买了他那么多的东西，投资那么多1000亿、2000亿、3000亿，然后的话呢，市场也开放了，这是属于进口的部分，市场也开放了。那然后呢，事实上呢，他可能还留了一个弹书，是我给你1年的时间，你的产业通通要搬到美国来，不搬来，我课你100%的关税。目前看起来很多的药的这个相关的税就是这个样子，我给你1年半的时间，你通通把药搬到美国来，不搬150、100。那所以，如果对台湾来说，的话，第一个有出口3面夹杀的问题，有进口的问题。进口我们还没有谈到的是，你说像美牛跟美猪，我看这2天有释放出消息，是《自由时报》写的。他讲到说呢，那我们通通比照国际标准好了，那这样总可以吧？那国际可以，国际也有一定的这个健康跟安全的把关。但你要去看国际，他们很多外国人不吃内脏的。我光看猪肾，刚才这个庄院讲到猪肾我们目前的标准是0.04%，你知道国际标准是多少吗？0.9 ppm， 这几倍啊！那另外他们也可能不吃猪肝，我们的猪肝是0.01 ppm， 国际是多少？0.04 ppm， 当场翻了4倍，那猪肾翻更多了。那如果说对，如果说我们比照国际标准，那不好意思，猪肾22倍了。对啊，肾22倍，肝4倍。所以我的意思说，你好像听起来比照国际标准，说那这样应该也很安全。问题人家不吃肾，人家不吃肝，我们天天补腰子，我们天天吃猪肝，那个猪肝嫩的好吃的不得了。那问题这个部分对台湾来说，你承受得了吗？这个是目前看起来可能放松的但他对你说我们没有放松啊，我们也是跟欧洲，我们跟这个这个国际一样的标准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进口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更不用说我刚刚讲到的产业掏空。你去看有关于我们刚刚讲到晶片税，如果未来是给了一个缓冲期，但是要你搬过去，黄仁勋就不这样讲了吗？黄仁勋前2天到中国大陆去，因为这个 H20已经可以开放晶片了。他说呢，事实上我们面对这个相关的晶片那么多的产业这个帮助美国再工业化。他说我们事实上是疏解台湾的压力耶，台湾都没有电不是吗？你看压力多大？来美国，都来美国好了。你看这个业界最悲观的评估，他们说会有200多家厂商去美国，上下游的厂商加起来有数十万的工程师等等上下游的可能的这个员工，可能要搬到这个美国去，也替他们贡献，让他们帮助他们再工业化。那我请问你，这个对美国人来说是他们的核心利益，那对台湾不是吗？当台湾的所有的这些核心利益都搬到美国去的时候，他对台湾来说还有所谓的核心利益可去需要去帮你护卫吗？就当台湾的这些产业都去了，他说的很好听，他真的是说的很好听，听起来真的是好体恤我们哦，就是要疏解我们的压力啊。那问题是我们的能源政策又不改啊，好，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就是等于是拱手帮他们。所以最近我们的官员也是这样讲嘛，他说呢，我们要为美国的再工业化呢来尽一份盟友的心力，我们共同打造彼此的双赢。到底是他赢还是双赢？我觉得这个部分事实上是目前看起来最大的一个危机，而且不是在眼前借了一封信或者谈出一个协议就可以解决的，还有很多是暗藏在未来的伏笔。台湾的产业会不会空洞化？台湾有没有去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食药署署长这江志刚上任后一直说他自己叫让人民安心的安心署长。那现在问他了。那现在会不会开放啊？美猪、美牛美腰等等，那个这个基因改造食品等等美肝他说我是3级机关呢，谈判不是我去谈，所以呢，我能不能保证有困难？他也没把握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因为受美国关税影响呢，现在已经有1427个人是放无薪假了那美国可以讲说，你们台湾工人太辛苦了。我这样一做以后，你们都放假了，都可以安心休假了。问题是能安心休假吗？川普现在的做法不是给你看现在，不是只看去年，他是把你过去60年赚的6000亿美金都要把你掏回来了。否则他跟韩国要什么4000亿美元，4000亿美元的基金什么意思啊？就你以前赚的钱，现在统统还回来。就在这回来。